回来啦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啊？心里有点乱，刚刚把唯一送回家。齐豫怎么样了？也不太好。林唯一一直在哭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他们两个谈了这么多年，从大学时候到现在，分分合合的。但是不管怎么哭怎么闹，我都知道他们俩都是深爱着对方。是。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谈恋爱嘛，只需要顾好眼前就好了，所以一切都会很简单，也都很美好。但是，一旦要步入婚姻，就需要考虑很多未来的事情，所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现实问题。看着他们俩这样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幸福呀。谢谢你啊，齐先生，谢谢你当时选择了我，我还要谢谢我自己，当时答应了你。主要还是得谢谢你。小图，小副总那边来消息了，约了明天见面，今晚得加个班，把方案再优化一下。我们行里见。好的。我做了几个方案，咱们对一下。林唯一睡不着觉，想让我过去陪陪他。正好，我也得出门一趟。齐豫，他还想找我再喝一杯。啊，巧了。我先送你。不用不用，我叫代驾或者打车都行。行，都这么晚了，咱们都打车吧。走走。都几点了，还不回家？大半夜的，小赵哥出门了。他说落了一份特别重要的资料在行里，非要着急麻慌的回去取。你们家季行长不会也没在家吧？不在家。看来咱们明天的对手很明显了呀。这两个男人，幼稚，小心眼儿，不就是竞争共同的客户吗？有什么好掖着藏着的？真是。就是。那不过咱们俩出门的时候也没有如实相告吧？那没有。周华刚走的时候，我还在家装睡觉呢，所以他现在肯定以为我在家躺着呢。那你刚才还说人家小心眼儿，双标啊！商场如战场嘛，尔虞我诈，彼此彼此。好好做方案，快！简姐啊，小心提防小赵哥扮猪吃老虎。哎呀，就我们家那个，就那两下子，跟我玩那小九九。倒是你们家季行长，你多提防着点啊。我们家季行长真是老奸巨猾。不过刚才说陪我闺蜜的男朋友出去喝酒，我一下就猜到。赵方刚在我这儿，根本翻不出什么花来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来，你看一眼。困啊！我都不记得今儿是喝的第几杯咖啡了。据说，现在小副总那边就只剩2家银行在比较了。不会是咱们戴瑞窝里斗了？应该不是。我出门的时候，饶总刚睡熟。按理说，这么大的客户招呼见面，以他的性格，肯定睡不安稳。你要是这么好奇，打个电话问一下，不就都知道了？那怎么行呢？他现在怀着孩子，睡个踏实觉不容易。唉，不是最好，不是最好啊。毕竟小副总这个人啊，我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婆跟他多打交道。怎么说？我听说啊，小副总
他在国外的时候是1等1的花花公子，那换女朋友都跟集邮一样，花里胡哨、不带重样的。那个电视剧怎么叫这种人来着？登徒浪荡子。对。唉，要不说呀，还是这么八卦。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客户的情感癖好不多做评价，啊。行。他明明比我晚出门，怎么还早到了？不行，我必须在他之前见到小副总。喂，小宁。我刚才不小心转弯的时候把车划了一下，我好像看见你的车了。你也在附近吧？你过来帮帮我呗。严重吗？你现在具体在哪儿啊？我就在爱锦园区的大门口。行，那我现在过去啊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好。抱歉啊，我一会儿过来。师傅，麻烦问一下，这附近刚刚有没有发生一起剐蹭事故？剐蹭？对，没见啊，是咱们园区吗？对，就那辆白车。还真没看到。行，那我去看看。没事，谢谢啊。哎。兵不厌诈呀！真是关心则乱。好，那位就是我们的副总。副总。副总您好，我是戴瑞新城分行的客户经理涂小宁。你好，周会计。啊，这打印机怎么缩印？我弄了半天不对。我看看。这打印机的程序出了点问题，我让那个行政部找个维修的来看看。啊，不用，我来看看吧。哦。这个应该是缩印键指令出现了问题，调一下就好了。副总，你想把营业执照缩到多小？能放到1张A4纸上就行。哦。谢谢你啊，看来涂经理在解决问题方面有很强的主动性。没有，熟能生巧。我们经常帮客户缩小营业执照，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。好，坐吧。谢谢。上次来拜访您的时候，发现您对咖啡还是挺感兴趣的。这是我们公司旁边新开的一家手冲咖啡，您先尝尝。谢谢。涂经理的观察能力很强吗？你的方案我看了，用信用证代替贷款，思路很好。但据我了解，信用证好像也没那么方便，到期了还要押汇或代付，这一点，涂经理怎么看？我提信用证主要是从成本方面来考虑。我们优品茶叶是新城的纳税大户，我们有充足的税票，所以做信用证的话，我们的成本会比做贷款减少很多。至于您说的不方便，我们银行也已经对信用证流程进行了升级，现在非常快捷，这一点您可以放心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接下来应该是想做快销茶饮，
那线下费用就不会低。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，我可以申请减免您的手续费还有承兑费，这样又能帮您省一笔钱。你还挺懂得拿捏人心的。哦不，这不是拿捏人心，我是喜欢站在客户的角度上考虑问题。季行长，来谈业务啊？嗯，哦，你之前提的那个客户，该不会就……你不是说有剐蹭吗？不应该在门口等我？我下车看了一下，没什么大碍，还是工作要紧，我就上楼谈工作啦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担心了。让我担心是小，但是客户问题上天天说我不讲武德，那你呢？我不是没办法嘛，像小副总这样的客户，肯定很多人拿着方案递过去吧，就看谁先见这一面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后面的人讲的再多没有用，没有新鲜感，毕竟这些方案都是大差不差的，是不是？听起来还挺坦荡的。嗯。小赵哥呢？他怎么不来啊？哦，让季行长一个人来谈业务。柔静不也没到吗？静姐是生病了，昨天晚上加班，今天要去医院。哦，小赵哥是要陪他那个昨天晚上加班、今天身体不舒服的老婆去医院。好，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友情提示一下啊，小副总好像下午有一个跨国业务要谈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留给季行长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祝你一切顺利。哎，今天是第一次见这个小副总，什么都没定呢，别高兴太早了。讨厌。既然小副总那边这么想跟咱合作啊，你就辛苦盯着点，赶紧把那个流程给走完。我这刚从医院出来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马上就到行里。哎，单子都开了，检查真的不做了？我这也没什么事儿，浪费那钱干什么？好啊，饶静，耍我？哪有？不过你放心，你们季行长也被耍了，所以你们大哥说不着二哥，他不会怪你的。狼来了这招不可能回回都奏效的。这是我进吉安分行以后，老季交给我的第一个大客户，我不会放弃的。老公啊，我问你，我跟季玉恒，谁是你领导？生活里肯定是你，但工作上必须是老季。我再问你，我们努力的工作是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？是啊。是不是为了让我跟孩子有更好的日子？是。你又有什么歪理？你看我职级比你高，如果我接了这个项目，佣金、绩效是不是都比你高？这对于我们家庭而言十分的有利。老婆啊，季总呢已经把吉安这边拓展部经理的位置许给我了，只要项目一拿下，我立马升职，到时候我钱拿的不比你差，还升了一级，这么听下来还是我这边更划算。老总，王女聪明一世，还是算少了一步，但没关系，你也别生气，我们都是为了家庭嘛。放手。老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带你去。老婆，你别生气嘛，你生气容易动我胎气。你们俩也挺长时间没见了吧？打算一直这么拖着呀？我早就把我俩攒那几千块钱花光了，怎么见了？况且，他也没联系我。你要是想让他道歉的话，我可以去找他呀。算了，这次啊跟之前都不一样，我有预感，就算我们见了面和好了，也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，迟早会走到这一步的。我其实就想不明白啊，你说为什么在别人那儿没钱是个问题，在我这儿有钱反而还成问题了呀？豪车、市中心的大房子、刷不完的信用卡，这些我都有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。你说普通人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过上这样的生活吗？
我现在过上了，我还得反思改变我自己。你说这都是什么道理啊？他呢，做不到顺其自然的跟着我，在我的舒适圈生活。我就想着，行，我努力的去靠近他的舒适圈，却发现，好像也没有办法紧紧巴巴的攒钱过日子。买个郊区的房子，每天通勤2小时，周末连个蛋糕都吃不到，这样的日子我真过不去。你们俩没有谁对谁错，是从根本上你们俩对钱的认知就不一样，对日子的需求也不一样，这些都是在上大学跟热恋的时候体现不出来的。那你们俩想往前再走一步的话，这些问题就会慢慢的全都体现出来。是啊，我们俩也都努力过。喂，婷婷。小图姐，你下午有事吗？我这边有个客户临时约我过去聊一聊，说今天务必见一面，可我已经跟另一个客户约好了，实在排不开。小图姐，没事儿，那要不你把那个客户的资料发给我，还有你们约的地点，我一会儿帮你走一趟。太谢谢你了，小图姐，我这就发给你啊。不用谢。快去吧，别担心我啦，一会儿我也要回去上班喽。辉煌广告，我去了。你要是心情不好啊，微信留言给我。放心吧，帮我收一下。好嘞。不是应该叫辉煌吗？莫不是老板的名字里有个辉字？麻烦问一下，咱们老板贵姓啊？我们老板姓于。我有查过咱们公司的资料，老板既不是法人，也不是股东啊。法人是他老妈，股东是他老婆，他在明面上啊什么都没有体现。怪不得。银行的是吧？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着急用一笔小额贷，所以想着今天下午腾出空来，赶紧来见一见。是挺仓促的哈。于总您客气了。我是戴瑞的客户经理涂晓宁，这是我的门店。我跟婷婷是同事，今天呢，我们先简单的聊一下，日后如果您有进一步的需求，还是婷婷来跟您对接。涂晓宁，你高中是新才中学的，12班。对。果然是你啊，涂晓宁。我呀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上高中那会儿，下晚自习放学的时候，骑自行车陷进下水道口给摔了。于辉。对呀，就是我。那你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来。谢谢。那个，来，去我后备箱里拿上好的茶叶，我和我的老同学叙叙旧，要最好的。谢谢谢谢。是。你现在是在银行上班啊？对，客户经理。也是巧了，营销到于总您头上来了。哎，你可别埋汰我了，我算哪门子于总啊？我就是当年成绩不好，学历还差，就随便开了家小公司，自己做做。本来想着咨询下银行关于小额贷的事情，你这一来，我也不问别人了，我就找你。就当是当年顽劣不懂事还欺负你，跟你道个歉。当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不要再提了吧，都是小时候，小孩子都不懂事儿的。再说也怪我自己，拿篮球砸你也是我不对。我是真心跟你道歉的。回想起当年的自己，真的是又混蛋又不懂事，欺负女同学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就是个小畜生。没那么严重。记得当年我整你的时候，咱们的基草季玉衡还挺身而出把我给拦下了，没让我犯更大的错误。哦，对了，你俩关系后来挺那啥的吧？谁俩？那啥了？没啥没啥，我这又见到你了，想起另外一个老同学。哎，这一晃10年也过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就特别爱热闹，我一直想组一个局哈，
把咱留在星城的同学全部给叫过来，吃吃喝喝聊聊天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加个微信呗。哦，好。然后到时候我组个局，你可得赏脸来啊。我扫您。好，来。婷婷，客户谈下来了。说来也巧，那个人正好是我高中同学，我跟他说好了，具体的呢还是跟你走流程吧，过2天就会联系你了。谢谢你，小图姐。等绩效下来了，我给你分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小图，那个优品的副总来了，等你半天了。小副总啊？对，亲自过来了。是你抓点紧。好，加油。哎，涂经理。不好意思啊，副总，我今天临时有点事儿出去了，不在行里，让您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涂经理，是我来的临时了。我看了你的具体的融资方案，我觉得有些细节还是当面聊一下比较好。正好在这附近办事儿，就过来了。辛苦你了，涂经理。上次聊完之后，你这么快就改了方案，希望我们未来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那我们就一条条的来。OK。哎，涂经理，要不你坐这边吧，我们看也方便点。啊，好，您先看一下吧。这条。上次呢，我们只是提到了快消茶饮，但是具体的公司内部的名目和计划规模，还是要等您再给我寄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，我才能再补充。所以这一条，我还是等您的资料发给我以后再说吧。怎么了？这么紧张？放轻松点。没有，没什么。您接着看。涂小姐是本地人。副总，您叫我小涂就行。我是本地人。听说您是从国外留学回来读的博士。读了2年博以后，因为不想回来继承家业嘛，为了多逃避一段时间，所以只能继续往后读。你是不是在想，最后不还是回来继承家业了？没办法，有钱人也不是事事能够顺心的。也是。也不知道唯一心情好些了没有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电梯到了，您慢走。哎，涂经理，不用送了，我们很快还会再见的。那您慢走。这。看什么呢？小图姐，送你的。送我的？快打开看看。哦，对，送你的。刚才那个小副总放在会议室，我就给你拿出来了。肯定是看你最近太辛苦了。涂经理，一点心意，请你收下。哦，这一套不便宜呢。小图姐，这……喂，副总。怎么样？礼物喜欢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礼物有点贵重，我不能收。是这样，您看您方便，我现在给您送过去呢，还是给您快递过去？你要是真感谢我，那就请我吃饭吧。此时不如撞日，今晚如何？行，那您想吃哪家餐厅？你们银行附近有家日料还不错。好，那就晚上7点，我们菊川见。行，晚上见。拜拜。一会儿给他送过去就好了。散了吧。你慢点啊。辛苦你了，吐成这样还陪我出来应酬。说什么呢？于公，我是你们领导，这是我的工作；于私，我是你的师傅。万一待会儿那个什么小副总真的对你有什么想法，对你虎视眈眈的，我能看你自己身处险境吗？谢谢师傅。走。进。你慢点。
你好，副总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拓展一部的饶总，我的顶头上司。饶总你好，久仰了，副总。你今天没有提前跟我打招呼，所以我订的这个包间可能坐不下3个人。那咱们就……我觉得那正好，我订了一个4人间，我们一起啊。姐怎么样？不好意思啊，要是实在难受的话，姐你先回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副总，没想到怀个孕给自己怀这么狼狈。没事，静姐，要是不舒服就先回去。副总不是小心眼的人，他能理解。啊，正好我在，小图我不会让他贪杯，放心吧。哦，那也行。那小宁今天副总就拜托你了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副总，下次我一定请您吃饭。理解理解。那实在不好意思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我送你。不要，你坐。好，那注意安全啊。好。别拘谨了啊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好，吃吧。尝尝这个。谢谢啊。我听过你们吉安分行的方案，没想到行长这么年轻。我在国外待久了，对这些没什么概念。不过国内这几年确实出现了不少人才。还真是没想到，副总对于我们吉安分行的方案还有印象。硬性条件来讲，戴瑞给出的条件应该是全新城所有银行里最好的。那我们分行呢，操作方式上应该是最适合副总的。又耍小心思了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芥末放太多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口味适合你。看来季行长对自己的同事很了解啊，知人善任，怪不得事业做得这么好。只是我了解的人不多，不过小宁确实算一个。了解，不还是不知道我们涂经理在方案里使了什么小花招？那是因为没有必要。戴瑞给出的条件是全新城最好的，不过在同等条件之下，吉安分行能给出的方案就是全戴瑞最好的。季总给出的是什么条件啊？副总看过方案，他肯定都知道。他们的条件确实比你们好，不过在我看来，引起合作就像做生意一样，需要看缘分，还有情分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副总说的没错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无论做什么生意，长远的合作看的是利益交换和彼此的信任，有来有往，才能达到共赢，是吧，小宁？一起吧。在银行这是违规的，谢谢您的好意，我真的不能收，还给您，副总。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。那行，季行长，我先走一步。谢大伙走了。
那这么晚了还要回去加班？回家，你坐你的车，我坐我的车，不许跟着我啊！季行长，你在我面前真是毫不掩饰的抢客户啊，太过分了吧？我呢，今天只是碰巧遇到，随便跟他聊聊天而已。再说了，要是我不在的话，饶静不舒服提前走了，你一个人，还不得被那个小副总给盯出个窟窿来啊？他只是我的客户。哦，那送高档礼物订双人包间，看来这个小副总不是只想做你的客户啊，小托。吃醋啦？是，但是我更在意你的安全。不要拿吃醋当幌子，不要以为这样我就对你掉以轻心、放松警惕。你不用对我放松警惕，但是不能对别人掉以轻心。银行放贷啊，是要有自己底线的。我们要对客户有一个风险控制，同时自己要尽量掌握主动权。一旦在前期有一些模糊的退让，就会让对方变本加厉地掌握局势。到时候你要再想强势起来，可就太难了。季总教育的是，失去2个客户呢，戴瑞不会倒闭，银行不会破产，但是对于我一个小小的客户经理来说，意义可就不一样了。这每一个客户可都是我耐心沟通、细心经营，最后努力争取来的。我不允许任何人去打他们的主意。但你是我的人，我不能让任何人打你的主意。你放心吧，我又不是对待那些人都是毫无防备的傻白甜，也不是心机到会拿感情去谈工作的人，更不是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猜测就放弃一个客户的人。我是有脑子的成年人，身在感情中呢，我懂得自觉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让健姐跟着我一起去。这些，你总该放心了吧？好。哎，年假的事情，你跟饶静说了吗？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来安排。中秋节前后吧。好。我们今天在这儿吃饭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谁跟你说的？不会的。好。第2个问题，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呀？大家都在一家银行，给出的条件应该没什么太大差别吧？2个问题，选一个回答，快选。理想。一人在内，他可。季先生，明天方便把戒指和您说的信物娃娃一起带来吗？我们会配合着做一些特殊的布置。好。小图姐，撞上大款运了，过几天还生一趟呢。小鱼儿，造次了啊！小图已经把昨天礼物送回去了，咱们不允许收客户的礼物。那
这是谁送的呀？那肯定是人家男朋友了。李想哥，哎，我要不要拿着这个东西表现出非常惊喜的样子，让你拍张照片拿去邀功啊？哎呀，没问题，拍。这个包给卖了。哼，哎，那我你还真要拍啊？小心我到静姐那儿说你吃里扒外。不是，小图，你千万别跟静姐说，她不得把我给嘎了呀！哎呀，我知道。在大是大非上，我的心都在拓展，一步我发誓绝对不会背叛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以后啊，你要叛变，在我这边。好，看啥呢？散了，散。这就是男人奇怪的好胜心吗？喜欢吗？是。喂，小娘，还在忙吗？中午要不要一块儿吃饭啊？由于我跟小副总那边推进的比较快，所以呢，下午我要去趟小副总公司，跟他聊一下业务。中午就不能跟您吃啦，你自己随便垫点，晚上一起吃。嗯。进。外卖时间到，一起下单，省个配送费。小副总那边上午有什么说法吗？哦，我上午跟他们联系了，他对我们的利率还是感兴趣的。我下午继续盯一下。今天下午啊，你好好休息休息，我过去，中午饭我也不吃了啊。饭还是得吃的。我感觉你都瘦了，最近。周会计，我还有10分钟就到了。哦，好的，那您开车小心一点，一会儿我在大门口接您。今天实地走访，您全程会跟着对吧？哦，对，是的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徐经理，这是我们改好的合同。哎，谢谢。如果小副总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我就先回去整理一下，准备正式走合同。明天找您来签字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周会计，水没了。哦，好的。谢谢。看看。不瞒你说，让一个喜欢咖啡的人经营茶厂，确实不容易。相信你也有所耳闻，优品茶叶在我回国之前一直是由我姐夫把持，直到近期才在我父亲的授意下交回到我手上。我姐夫呢，走的时候带走了许多自己人，包括做了很多年的老财务。但优品茶叶需要扩大经营，需要钱，更需要人来管钱。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，来跟周会计一起把财务部撑下去。小宁，我觉得你很合适。我确实看到了，小副总给出的条件很丰厚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现在的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，我是真心喜欢，所以很抱歉，我没有要辞职的打算。小宁，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放着更好的合作方案不选，而偏偏选择了你。
送你礼物，请你吃饭，简单几个字的修改，却偏要把你喊到这儿来。我都暗示成这样了，你还装傻？那我只能索性挑明。头纱也要，就女孩子都喜欢的那种简约款就好。对，有点仪式感。啊，求婚的其他细节，回头我再给你通报。好。不许看，不许看，不许看！干嘛呀，这个行占我便宜！占你便宜？我占你哪个便宜了？当然是工作上的了，生活中是我占你便宜。哦，那生活中咱们都这么亲密了，吃点亏也不算什么，吃亏是福。那我祝你福如东海。那我是不是得祝你寿比南山啊？嗯，看到了。你看到了？嗯，季宇恒，你都看到了。我都暗示成这样了，你还装傻？那我只能索性挑明。我很尊重你，也请你同样尊重我。我有未婚夫了，很快就会结婚。不管你有什么想法，我只能说抱歉了。你是说那个季行长？你知道吗，小宁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看你在那认真的摆弄打印机，观察我喜欢喝咖啡，不喜欢喝茶。我一度以为你是一个靠自己努力上进的女人，但你比我想象的聪明，跟着领导。确实是一个向上爬的捷径。再说了，你不还没正式结婚吗？既然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你；他不能给你的，我也能给你。虽然他是个行长，但也就是一个拿年薪的。但我不一样，我从国外回来经营这么大的企业，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把持内饰。我们各取所需，不好吗？说完了。本来呢，你是我的客户，我应该尊重你，我应该尽全力的促成这次合作。方案你不满意我可以改，一次不行我就改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都可以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如果一直不满意，我只能认输。我们是合作关系。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性。你刚才说，我跟着领导往上爬，不止侮辱了我，还侮辱了我的未婚夫。所以，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尊重你，小副总，你的为人啊，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哎，小宁。小宁，你等一下，小宁。小副总，请你自重。欲擒故纵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很吃这一套，你这样反而让我更有征服欲。季恒。
起啊，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，都怪我。你今天真的有点冲动，我怕他投诉你。你刚当上行长，万一这些根本就不重要，涂小宁都不重要。对我来说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，也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对你的爱有多深，有多久。好了，我知道。从1年前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，不是1年前，是11年前。从高中的时候，我心里唯一爱的人就是你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么突然带我到这儿来啊？因为这是11年前我对你一见钟情的地方。啊？小宁，有些话我现在必须要说出来。2013年，你生日，我做了一个生日礼物，但一直都没有送出手。是一个泥塑娃娃。你是我见过的那个吗？那不是你的白月光吗？那是你。白月光也是你。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是在18岁的那年，一个下午。体育课之后，你在水池旁边喝水。少年，走啦。来了，到你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了你的名字，也是第一次看到你，涂小宁，更是第一次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心动。再到后来，我爸爸自杀之后，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灰暗的一个时光。那天傍晚我就锁了门，然后你出现了。走。喂，哎，你别冲动。没事吧？应该没伤到你。我是问你，你没事吧？季玉恒是吧？我其实听到过你的一些事情，就是偶尔听别人说起，确实也不是很清楚。但是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凡事你得往前看，你一直往后看，就经常面对失去。但是往前看的话，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。你就像是一束光一样，那束光照亮了，也拯救了。再到后来，我会不自觉地去关注你。那时候在我眼里，你很明媚，
很温暖，也很勇敢。后来我们都上了大学，我只能零星的在同学群里面看到你的消息。有段时间我特别的想你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我要去找你。我去了你的学校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再后来，我出了国，一个人去留学，一个人生活。但是我还是默默地看着你的消息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看到你发了一条动态，你说你恢复单身了。喂，回去的机票帮我一块儿订了吗？越快越好。我第一时间订的票回来，不想再错过。我们就快要见面了吧，涂小宁。那你回来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？因为我看到你说你需要时间去整理一下自己，所以我不想去打扰。直到后来，你说你想重新开始一段感情，甚至开始寻找结婚对象的时候，我知道不能再等，不想再错过。那可是合规部的季老师来检查的，专管我们。专管我们？对。哎，汪小姐是吧？这边请。大爷，您办什么业务？这边请。您好，这边请。所以，我们第一次在县城公园见面，我本来还以为我们两个是偶然遇见，但实际上，你是专门为了我回来的。后来，我跟你提出想跟你结婚，我以为你跟我一样，只是觉得我们两个很合适，怀揣着开盲盒的心情步入下一段关系。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，我们俩是同学，知根知底，婚姻中不一定非要有爱情，舒适稳定也很重要。但实际上，你早就打定主意要娶我，不是因为合适，而是因为爱我。这是我全部的证件，有房本、学历证明、无犯罪证明、
征信记录以及最近几年的存款明细。我知道这种方式可能有些欠妥当，但是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快速的让两位能够了解我的方式了。我说，我喜欢你。不争气怎么哭了？这么长时间了，季先生，你一直给我足够的空间，足够的安全感。是一直在等我爱上你的那一刻吗？所以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什么久别重逢，是你早就蓄谋已久了，是不是？傻瓜，当然也是久别重逢。只是这个久对我来说有点太过漫长，长到我怕我就这么错过你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我还以为别人是你的白月光呢，你也不跟我解释一下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还以为我们感情越来越好，有些年少的之事不说也就罢了，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相爱。再说了，唐有贵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不也说了吗？我对你是一见钟情。你这个一见钟情是不是太久了？这么多年，在这段感情里，你总是自己迈99步，等着我踏出最后一步。你辛苦了，你个人在这段感情里走得很孤单吧？我觉得很值得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憧憬这一刻，我觉得应该有一点仪式感才对。但是小宁，我真的等不了了。就算是我走100步也没关系，只要你给我一个肯定，点点头，给我一个微笑。所以，涂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呀，李先生。快给我戴上。那珍藏的、无声的片刻，私藏的，如微光倾落，照亮我反复的临摹，从未被割舍。那不渝的、永远的承诺，私藏的，还在心底。谢谢你啊，季先生。谢谢你让我知道，原来在那么久以前，就有一个人一直喜欢着我，珍惜着我。
苦了。我爱你，先生，我爱你。那些交汇的时刻，早已经被我上了锁，安放某个角落，等待着再次紧握。那珍藏的无声的片刻，私藏的如微光轻落，照亮我反复的临摹。其实本来是打算在度假的时候跟你求婚，但是今天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，想着就得是今天，就得是现在，让你能够允许我成为你的合法丈夫。那怎么，你这戒指走到哪儿都戴到哪儿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呢专门请了一个婚礼策划师，想着给你留下一个很难忘且很有仪式感的求婚仪式。但是今天下午实在是有点担心，所以放了他们鸽子。笑什么？我笑怎么了？我开心啊！我开心，你可以这么坚定的选择我。喂，于总。老同学，小外贷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，跟你汇报一声，多谢了。不用客气，我还得谢谢你选择我们戴瑞银行呢。以后有什么资金上的业务需要，欢迎随时来找我。好，没问题。对，还有件事，上次你跟我说我和那谁，是我跟季宇恒吗？嗨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想他干什么呢？你快点说啊！你要是不说的话，以后贷款的事儿我恕不借贷啊！哎，别，我说还不行吗？当年我不是欺负你吗？然后他放学就把我给揍了一顿。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他揍你？是啊。他还说我要是再敢找你麻烦，或者把他喜欢你的事儿跟大家说，他就把我欺负你的事儿举报到学校去，让学校查监控，说不定我还得退学呢。你这么厉害啊？还敢欺负、威胁校霸？啥？我威胁校霸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是校霸吗？他怎么胆这么大，还敢威胁你啊？你怎么这么关注季宇恒的事儿啊？不会吧？难道当年你对他有这么个意思啊？当年是没有，不过现在已经有了。以后工作的事情就工作时间再给我老婆打电话，挂了。什么老婆啊？我们还没合法呢。明天就去领证，现在跟我回家。这不是季宇恒的声音吗？老婆？难道？你好，这是我们的号码牌。你好，资料，里面也有照片。你俩是初婚吗？对。就用这个照片啊？啊。还没你俩现在笑得自然呢。这结婚证啊，还是很重要的。那要不，重新拍一个？好嘞，两位新人啊，咱们亲密一点啊，靠近一点。好，倒也不用靠那么近啊，这拍出来两个人都叠一块了。哎，还是要分开点。对，好嘞，开心。哎，新郎，哎，你这开心语言表我能理解啊，你这笑太大了，这拍出来就看你这两个大白牙了。收一点，稍微收一点。哎，对，新娘都靠到新郎肩膀上了，拍出来那不对称啊。哎，对，哎，开心正常，哎，这样非常好啊。3、2、1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咱们再来一张。3、2、1。季先生，我们现在可是合法夫妻了。
拍张照片纪念一下吧。好啊。不过还少一个东西，我现在去拿，等我一下。嗯。哎，你们猜猜我看到谁了？我看到小徐的女儿，在民政局哎。恭喜啦，季太太。是。来，一人一个。1、2、3，新婚快乐！快乐！胡说八道！我女儿女婿才结婚1年多，感情好着呢，怎么可能去离婚呢？是真的，我亲眼看他们从民政局出来，然后各走各的。小徐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是孩子们都大了，做决定前不告诉我们也是正常的。我有什么可难过的？他们感情好不好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肯定是看错了。我现在就去找我女儿，我拍了结婚证，我给你发过去。无聊。什么鬼？你干嘛去？我长小年纪啊！我拿结婚证，我现在就拍给他，我啪啪打他的脸。哎呀，你都说了，他那是胡说八道，你理他干什么呀？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我不理他，他理我呀。他在这叭胡说八道，我不管吗？爸妈，爸妈，我们回来啦！有没有做好吃的呀？你俩去，你看这两人这不好着呢吗？我就说他说的是假的。哎呀，你看这花多好看啊！我都多久没收到花了？还是我女儿女婿贴心哈。我妈喜欢就好。去把花插上吧。回头再给你买。插好看点啊！走，我休息一下。这一早上给我折腾的呀！我今天都被气死了，我跟你讲，你都不知道今天发生一多离谱的事儿。就那隔壁楼的那个老赵阿姨给我打了一电话，说今天看见你俩去民政局，去离婚去了。离谱，是不是离谱？你们也觉得离谱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狠狠就怼了他，我说怎么可能呢？我女儿女婿感情这么好。我跟你讲，一会儿你就把那个结婚证给我拿出来，我必须拍个照，我必须啪啪打他的脸。丫咋不说话呢？妈，我俩吧，确实去民政局了。啊？去那儿干嘛呀？爸妈，有件事情，确实需要跟你们坦白一下。爸，结婚证的这件事情，我们确实需要给你们说一声抱歉。我们也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2位，但后来也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们。不过我们这一年呢，互相更了解对方了。我认为我们这个婚结得更有责任感了。是。你俩虚惊一场，不过好在结果是好的啊，咱呢就别再往心里去了哈，结果是好的。没办法不放在心上。我女儿现在长大了，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说，现在可以瞒着我结婚，过几年，说不定生了个孙女儿，都到了18岁了，也拦着不让我见。我的心是寒透。妈，你这越说越离谱了啊！我知道
是不是因为让你在赵阿姨面前丢面子了？要不咱们这样，咱们拍张照片，把那个日期 P 一下，P 成去年的。反正我们俩是真结婚，也不算骗人呀。这面子是一回事儿，里子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反正我是被我的女儿伤透了心。妈，你别呀，你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那你怎么才能让你不难受呀？哎呀，你看你妈什么人你不了解吗？你妈就喜欢热闹，你想一想，什么事儿能够大闹特闹一下啊？你俩现在不是真结婚了吗？哦，那个爸，明白了。妈，这样，我们把筹备婚礼的事情尽快提上日程，现在就提上日程。还是小季懂事儿。那什么时候啊？妈，你这就高兴了。行，那我们俩休完年假回来就办。你看这日期你满意吗？行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散会。做饭去。爸，我帮你。给你看啊，你看这个啊，就是我们同事的儿子结婚的那个酒店和装饰。你看，哎呀，这个好好看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酒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它那个大厅里面吧，它有个桥这样过去。到时候呢，我都想好了，就是你们新娘新郎啊，就从这个桥上面，就从大家脑门子顶上就走过去了。哎呀，这叫做鹊桥相会。从人家脑门子顶上走过去，不太好吧？再说这鹊桥相会，我们俩以后1年只见1面呀。哎呀，我糊涂了，不行！但是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桥很美，它看得美美的，好不好？官方指定唯一合作伙伴。我对你的爱没有期限，无需撤销，永不减值。走，小图，新婚快乐！谢谢大家。恭喜小图和领导修成正果。小图，份子钱什么时候给？我们可都准备好了。雪莉，这份子钱就没完了。小赵哥要在的话，肯定得批评你。你挑逗。份子钱这样吧，咱们大家不着急给，我把2维码直接发到群里面啊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得嘞，那咱们再祝小图新婚快乐！小副总那边是什么情况？突然跟我联系说暂时不考虑跟我们合作了。先把门关上，走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。小副总那边放出消息了，是要重新找合作伙伴。对不起啊，金姐，都是因为我才没有谈成。哎，你千万别这么说啊！你没有错，季总也没有错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没有在现场。我要是在现场，你别看我是个孕妇啊，我高低我蹦起来，我也给他2巴掌。行了，你别这么激动。但是确实，这么大的一个客户在我手上给溜走了呀。要是谈成了的话，你就能顺利转正部门经理了。谁想到临门一……我现在孕期激素高，你不要气我好吗？转正经理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业不需要你为我去拼尽全力，知道吗？我更不需要你作为筹码去为我获得利益。如果这个事儿你做了，我第一个知道，一定骂你。还有那个什么小副总啊，心术不正，威逼利诱合作方，就这样的客户，谁爱要谁要，给我都不要。咱们办公室里边，谁要是敢嚼你舌根子，我这个戴经理，跟咱们那个季总做事风格不一样啊。我从来不玩那个清者自清那一套。谁要是敢说你一句不是，我出去我就撕烂他们的嘴。宝宝啊，妈妈跟小姨说话呢，妈妈平时没这么凶啊。
笑了，高兴了，还得我这个孕妇，我这个领导在这开导你，想通了？哎呀，饶总，你刚才那番话说，反正对属下我是非常受用。您放心，我以后对您是肝脑涂地。我跟你说啊，等过了眼下这一场风波，我就给你放婚假，让你跟季总出去好好 happy 一下。谢谢金姐。岂有此理！傅玉哲这王八蛋简直就是人渣！你打得好，我当然要在现场的话，我非撕了他不可。你也别那么大气，我都说了嘛，优品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咱们俩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一起找到新的客户才行。走。只是可惜了，你用了未来半年的业绩做军令状，才争取到的优惠利率。我们这一行一般来说都是业务关系，初步建立之后，在定价阶段才能争取到利率优惠。你在这个阶段为了傅一哲这王八蛋，向总行申请到这个点数了，最终没有合作成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惜。你正好说错了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惜。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每一个人把工作都做到位了，同时我们也认清了一件事情，他的为人。你说的对，这人啊，就不配跟我们合作。而且，咱俩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怕找不到客户啊？怎么双剑合璧，客户还不得滚滚而来？走了一个小副总，那还有小李总、小王总、小刘总。越说越不靠谱了。那咱们接下来工作怎么开展？从哪个客户开始跑？虽然任重而道远，但是我着重筛选了几个，你看看。朱女士，我在咱们那儿练了2个月的瑜伽，我觉得咱们瑜伽馆办得特别好。我今天把您约过来呢，是想跟您说，就如果您想拓展那个门面呀，我们银行呢是有很多关于小微企业贷款的政策还有方案。巧了，我近期正好有这个意向。那您先看一下方案。你好啊，陈总。你好，我是戴瑞吉安分行赵方刚。幸会幸会。这个业务的时效性以及我们账户的安全，您都不需要考虑。其实只要在我们分行办好这个对公账户，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的业务，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给您进行对接的。于总，好，于慧，你看你那边有没有需要银行业务的朋友啊，或者是客户，你多推荐一些给我呗。雷伊，我们晚上去新开的空中酒吧，一起吧。吃吃喝喝有什么意思啊？跟我们赛车俱乐部跑几圈。你都好久没出来玩了，钱压手里不难受啊？不去，加班。现在前台还要加班啊。加班费都不够你上班路上的油钱呢。下一面吧，时间地点，我一会儿发你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老样子。你呢？
老样子。我们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这逛逛了。是。刚毕业那2年回来看看比赛呀，在附近吃点东西什么的。还记得我们就是在这儿认识的，当时你还叫我3不上来呢。我是用心教，你没用心学。我好像考了3次才过。后来呢，你就和小宁晚上溜出去玩，总叫我一起，不去都不行。大晚上的，你要是不在，我们2个女孩子多不安全。是。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喜欢你了。这于慧干嘛呢？他今天放话了，要找上次那个用篮球砸他女生报仇。哎，那个女生也够惨的，你惹谁不好，你惹到她了。都说了下晚自习小心点啊！挑衅我就这个下场。这井盖是你弄的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要不要求我放过你啊？神经病！你说什么？你弄的井盖，还让我求你放过我？你是不是不长教训啊？你这个人真是社会败你，类。好，哇，谁呀？哎，有种就别欺负女孩儿。想当英雄是吧？行，比试比试，看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。你至于为个牛宝往死里揍吗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于辉，你要还想混到毕业的话，就别招惹我。中学辍学你当一本生，你不在意你的前途没关系。但还记得你爸妈是怎么站在教导主任面前求他的吗？需要我告诉你吗？你威胁我，就我这个女的，你真有种！你要是再敢动弹一下，你试试。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喜欢你了。我跳了啊！放心跳。最近吃的有点多，你可得接住啦。放心，3个你都接得住。来，手。不好意思啊，太胖了，害你没接住。没事儿。刘文一，不答应不行啊！咱经管营比赛靠的可全都是齐豫这个外援。你们这怎么使美人计呢？没事，文一，不答应，
明年让齐豫支援我们数科，我们干翻你们。你们赢不赢比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反正齐豫在哪个队我就支持哪个队，总归是会赢的呀。这算答应了。你等一下，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哦。那你会全天下第一对我好吗？当然。行吧。你还喜欢我吗？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磨磨唧唧可不像你的风格。对不起，其实我每天都想打电话给你道歉，但是我发现这次好像道歉没有用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你又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我们之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其实我们也并不是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对吧？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那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苦大仇深的去考虑那些钱啊、房子啊这些现实问题的？我们就相爱一天，热恋一天，不好吗？这样，我不用改变自己，你呢，也不用让自己承受那么大的心理压力，对不对？依依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我更不甘心，但我不可能不考虑我们的未来。可是未来谁说得清啊？我们就过一天开心一天，不好吗？我们之前都说好了的呀，要一起看日出日落，下雨了就窝在家里看电影，天晴了就出去郊游，夏天去冲浪，冬天去滑雪。要是晚上睡不着觉呢，你就夜里陪我去看海，这样的日子难道不好吗？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只谈恋爱，不考虑现实。没有未来的话，我就是在耽误你的时间。所以，你早就想好要和我分开了，对吗？叶唯一，我们分手吧。你值得更好的人，而我对于你来说，不是。时间它走过，才能够懂得，思念那么多，那么汹涌，像昨日重播。那些交汇的时刻，早已经被我上了锁，安放某个角落，等待着再次紧握。那珍藏的无声的片刻，私藏的如微光倾落，照亮我反复的临摹，从未被割舍。那不
记得咱们之前看过一部《蓝色是》。你干嘛？你这么想找下家吗？那部剧是个悲剧是吧？但是我相信，我们绝对不会像那样。你会好好的，我也会好好的，我们都会一直在一起，永远不逼。今天怎么就跑了半个小时啊？你来之前我已经跑了1个小时。本来想着呀，把身体搞垮，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。结果发现呢，越累越是想找个人依靠。来，靠着。还好有你在。哎，但你今天是不是那个姓傅的人渣那事儿得重新去找客户啊？你在这陪我，不会耽误你时间吗？我最好的闺蜜失恋了，我还工作什么呀？工作都靠边站。就算现在有一个10个亿的客户找我，我都不会出去工作的。我今天唯一的工作就是陪着你。10几个亿的大客户，那你肯定得去啊，不然你这闺蜜万一这2个月就失恋一回，那你不得错过当全球首富的机会？你能不能不要乌鸦嘴啊？这次失恋就是你最后一次了，下次遇到的一定是一个非常喜欢你、对你又好，可以跟你厮守终生。这一次嘛，就算是个遗憾吧。你说人这一辈子，哪能没有遗憾呢？一点遗憾都没有，也挺没意思，是不是？看下手机。小图，你那个朋友于总今天来办理了大笔存款，你这几天跑下的几个客户也都进入审批流程了，这个月业绩拿下，你可以安心休个年假了，和你的新婚老公好好出去玩玩。对不起了，季先生，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，你还是先靠边站吧。好的。想去哪儿玩？我现在有假期了，你想去哪儿，咱就去哪儿。我想一个人去。那不行，我不放心。我跟齐豫这么多年，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也是时候该一个人好好的整理一下。放心吧，我呢不可能一直难过的，更不会想不开。我好起来了，我自己就会回来的，像上次一样。某些人当时可是说过，只要有假呢，就要跟他们家季先生一起去度假。好了，别担心我了，就想自己好好待。你说怎么能让人不担心啊？我等你半天了。新鲜出炉的好消息，你亲自出马台下的新能源企业融资已经在走审批了。只要这个首屈一指的大客户拿下，也算给咱们吉安分行未来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。等开展业务领域的全面合作，咱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业绩都不用发愁了。听起来是个好消息，不过接下来你得盯紧一点了。放心吧。对了，我请了一个年假，连着中秋假期一起。赵总，未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多省点心。赵总，你刚才说赵总，什么意思啊？老婆，把胃药给你系上啊，免得你这白衣服弄脏了。太好吃了。我查了资料，偶尔吃1-2顿火锅问题不大。早就跟你说了。
而且啊，偶尔喝个1、2杯奶茶问题也不大。我也早就跟你说了。这奶茶快喝完了，我再给你点一杯。啊，给我点个凉的。不行。那什么热的？我吃火锅喝奶茶是没什么问题，我倒是觉得你有点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？升一个部门经理，至于这么高兴吗？啊，摆这么一大桌，就是为了我？不然呢？哦，往大了说啊，我的事业取得了阶段性成功。往小了说，以后在家里面，我终于能和饶总平起平坐。恭喜！哎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你别说吃顿火锅、喝杯奶茶了，就算今天晚上你想去夜店看黄毛帅哥，我也奉陪到底。上次我没看，这还差不多。再说那黄毛帅哥哪有你老公爱看？就是。来，吃块肉肉。我好多了，你快吃。我就知道了，老纪这人做事一向很地道，不会乱画饼的。你还在这儿跟我吹老纪的彩虹屁呢？就你还不知道，人家老纪让你当部门经理，为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你，然后呢，休着年假带自己的新媳妇儿快活去了。我的奶茶呢？你点了吗？不点了，奶茶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信不信这火锅里要倒你脸上？已经在路上了。接吃。我始终能看见微亮光线流泻在指缝间，当沿途的风霜陪我穿越昨天，奔赴所有未来的终点。汗水洒满每一步，追逐用心的幸福，走近的每一幕。We know that life is new， 相信所有未知数。哎，你好，帮我和我老婆拍张照片吧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咱俩合个影，二位靠近一点，笑得甜蜜一点。看看怎么样？拍的很好看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季先生说，通过这只小猫就能找到它，加油哦！这我先帮你拿着吧。故事从那只猫咪开始。要不我们回去找找吧，应该还在呢。算了，走，再买新的去。我高中的时候也用这样的橡皮。拿着呀。
这把伞啊？这把伞不是我爸公司的吗？你怎么会有啊？你还记得这把伞啊？当然了，我爸还上班的时候，他们公司每年发福利都有这把伞。我们家不说20把，也有15把了吧？你们家也有亲戚在普林工作啊？那如果高中毕业那年，第一个走向你的人是我，你会答应吗？没事，生活里哪有那么多如果呀？那个时候你又不喜欢我。生活里没有如果，所以我还是会和你在一起。那么难忘的深刻，在心里种下颗球，才会连等待都快乐。如果今天早上那个人不是我，你也会跑过去救吗？会。但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是作为上司，因为是你。除了上司的身份，我更是你的准老婆。那些交汇的时刻，早已经被我上了锁，安放某个角落。这就是你对自己的评价，不像你以前不这样，你变了。我变了，人就是会变的。你看看你现在，你现在变得也不是我一开始认识的那个季宇恒了呀。其实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缺点。我希望，如果你以后看到了我的那些平凡，甚至是平庸的时候，可以不要对我那么失望，也不要嫌弃我。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你可是季宇恒啊。你喜欢我，我才是季宇恒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。时间它走过，才能够懂得思念那么多。再见面时，你给了我一个家。那些交汇的时刻，早已经被我上了锁，安放某个角落，等待着再次紧握。那珍藏的无声的片刻，私藏的如微光轻落。因为有你，生活不再是单调的黑白，而是有了色彩。做一个大的全家福，有我爸我妈，你爸你妈，还有我们2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那珍藏的无声的片刻，私藏的如微光轻落，照亮我反复的临摹，从未被割舍。那不易的永远的谢谢你啊。私藏的还在心底炙热，因为是你，我才成为。的风拥挤着街巷，柠檬搭配咖啡，默契却慌张。许一些从前温暖的时光，思绪翻涌成浪，真心在跌宕。
大雨滂沱的片刻，回忆重新被勾勒，你的眼眸像天空。我的季太太，未来的路，请你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让你幸福，让你平安。谢谢你啊，季先生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这么难忘、美好的婚礼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跟你在一起，是我觉得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全世界在簇拥，微笑不散场。大雨滂沱的片刻，回忆重新被勾勒，你的眼眸像天空，蔚蓝清澈，等时间铭刻，手心的温热，平行的风筝像转了弯，交集璀璨光泽，让人梦雕刻。平行的风筝旋转了弯，交集璀璨光泽，让感动雕刻美好的轮廓，为你将所有快乐定格，吹亮成隽永的歌。感受心动频率的顿挫，再把你紧握。镶嵌了幸福彩虹，想念最美的窗口。爸妈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回来看你了。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当外公外婆了。我呢，已经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家。我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。啊，我找的这个人呢，个子不是很高，长得吧也不是特别帅，他是我的同事，但是他很爱我。当然了，我也很爱他，只是我平时不太跟他说这些。哦，对了，上次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在。不会是你们觉得他比较好，所以把他安排在我身边的吧？当然了，在老丈人和丈母娘的眼里，我肯定是5号女婿。上香吧，给他。哦，妈，你们放心，我啊是发自内心的爱着饶姐，我爸爸妈妈也都很喜欢她。未来我会好好照顾她的，用心去爱她，陪伴她，照顾她，让她也不再孤单。以后我们2个人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嘴有点碎，你们别嫌我烦。
我始终能看见微亮光线流泻在指缝间，当沿途的风霜陪我穿越昨天，奔赴所有未来的终点。来，1、2、3，好，完美，辛苦2位。哎呀，我好累啊，我脚好疼啊，好累啊。你不累吗？你又是抱我又是背我的，我看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不是一直体力都挺好的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请你们再多拍几组？我看2位男帅女美的，想用你们的照片作为我们店的一个展示，投放到网络渠道。哦，当然了，这个照片做出来，我们第一时间一定给你们，而且这个价格啊，可以给你们打对折。对折啊？那我们不好意思啊，我太太今天有点累了，帮不了这个忙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肯定要尊重你们的个人意愿。那2位先去换衣服吧。啊，打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对折啊，还是挺划算的，为什么不答应啊？我不想让别人看到你的美。昨天试衣服的时候，那个大方劲儿哪去了？不过说的也是，我也不想让太多人看到我们家季先生这么帅的照片，我得自己捂好了。准备怎么捂啊？那我不能告诉你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季先生，今天辛苦了，这么配合我拍了这照片，我可喜欢了。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当然不用谢我了。爱你哦。我也是啊。小宁穿上婚纱，可真美。女儿终于嫁人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老多啊，好了啊，这女儿结婚是高兴的事儿啊。哎呀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就是可惜啊，我那个鹊桥相会是没戏了。咱俩去。今年咱俩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咱去那儿，啊，跟大家的头顶上走过去，鹊桥相会，咋样？咋样？行。咱俩再去拍的一组婚纱照怎么样？行。就是。那我也穿上婚纱。咱结婚的时候就没拍，啊？从那个，我看着那张婚纱，我还是难过。哎呀！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天空，熟悉的月亮，兴奋啊！啊！哎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啊，你还跟我讲什么大道理？背包理论。这么久了，谁还记得？我呀，我可都记得。这可是你宝贵的黑历史，以后我要时常拿出来回味的。啊，你那天还说，活着没意义，生活无趣，羡慕我活得自在。没劲。哎，怎么还说不得了呢？坐，再聊会儿嘛。那就是都能说呗。说。那我就说说。嗯。咱们就说说，那天更以后，也不知道是谁喝多了。第二天连床都起不来，完了之后在那个酒店里边直线都走不了，完了就那个 S 型就这样，直到上了船。行了，打住，对不起，
对不起，老婆，我错了。那以后咱俩就签订一个黑历史互不相提原则，我们把这些不堪入目的回忆，通通扔进岁月的垃圾箱，锁起来，行吗？不行。让说的也是你，不让说的也是你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世界的中心，宇宙的尽头啊！哎，怎么还没完了呢？我看你就是生活无趣，自我两句图个热闹。啊，我谢谢你，我亲爱的老公。因为你呢，我的生活变得特别的热闹。现在的我呀，就想图个清静。好好，来，你清静啊，我闭麦。哎，你说我们下次来西海镇的时候，孩子也出生了，我们在西海镇举办一个婚礼吧，什么人都不请，就我们3个，孩子当我们证婚人。好啊，老婆，你做主，都听你的，而且这样更有纪念意义，还经济实惠。本来挺好一个事儿，你非得往那个经济实惠上靠，你真是把这个铁公鸡的人设贯穿到底啊！咱们过日子嘛，来这。谁呀？我爸。啊。哎，爸妈！妈妈，节日快乐！中秋快乐！月饼了吗？吃了吃了，你们吃了没？吃了。静静啊，上次呢，方刚打电话说你最近失眠，我把咱们家产的那个酸枣仁磨成粉了，给你寄过去了，纯天然的。你们回去了，应该差不多收到了。你怎么什么都跟爸妈说呀？对你好吗？酸枣仁对失眠有效啊，你吃吃看。睡眠不好，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。等周末你们有时间就回来，我们带你们四处玩一玩，放松放松。谢谢爸妈。还有，对不起啊，爸妈，现在我应该跟方刚回去陪你们团圆的。傻孩子，这有啥对不起的？你们回去祭拜亲家，这是正事儿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不分什么节日不节日的，啥时候见面就是团圆。再说了，抬头看看，还不都是同一个月亮吗？就是。对，来吧，看看，爸，月亮啊，行吧，就说到这儿吧。来吧，你少吃点月饼啊，你血糖高啊。先挂了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家人挺好的。有你也挺好的，而且你笑起来也挺好的，特别美。哎，就是这样，我给你拍照，美的一刻要记录下来，别动啊！啊，保持住啊！把它拍进去，来。好，3、2、1，再来一张，3、2、1，咱们再自拍一点。3、2、1，我发个朋友圈啊。他们都拍婚纱照了，我赶紧点个赞。哎，看啊，一双俩好，才子佳人，郎才女貌，百年偕老。你就不应该当客户经理，你嘴皮子这么溜，你应该去那个乡村大集上走穴串台，活脱脱一个显眼包。羡慕、嫉妒、恨，你就是羡慕我口才好，单押成双，叭啊！怎么了？我好像，我好像太动了。是太动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老婆，我感受到了。宝宝，你好好的，你马上就要来这个世界上了，爸爸妈妈都会很爱你的。你呀，千万别跟你爸学的嘴皮子这么溜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咱不能去那个大集上走穴串台啊！我爱你吗？我也爱你。
新婚快乐，杜小宁。还好我们俩之间，起码有一个人是幸福的，真好。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有日出呢？夜色吞没黄昏，只剩影子紧跟。你是那盏灯，我的路灯。我喧嚣的心声，在闭上眼睛那一瞬，多近几秒，愿望里藏身。你身后的光速，让流动的空气升温，时间好像停顿。走啊，走。走。我始终能看见微亮光线，流泻在指缝间。当沿途的风师傅走，走，师傅走，走，小兔姐走，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打算对我们行的对公账户进行一下梳理，挖掘他们积极需求，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服务。那元朗，婷婷，还有我们小宁的徒弟，你们3个就负责配合好你们的领导。没问题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最近一心扑在大堂上，我们拓展部你就撒手不管了？你这个赵总又不是摆设，怎么干不好啊？干嘛肯定能干好，但你多少关注一下嘛。啊，对了，今天下午我要约见一个客户，陪我一起去。开始给我派活了。我这是向上管理。哎呀，小图，这刚上调职位就这么拼命啊！以前觉得静姐卷，现在跟你比起来啊，就是小巫见大巫。您可别这么说啊，你是太抬举我了，我跟静姐可比不了。快1点了，我约了1点钟见客户，笨鸟得先飞，我走了啊。好好好，帮我说一下。欧了，加油！刘总，这是我们吉安分行的季行长。季行长，久闻大名啊。你好，我是季玉恒。这边请。涂经理没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慢走。当然。不跟去年的婚礼比起来，今年这个纪念日有点简陋了。不会啊，只要我们2个在一起，都是最好的纪念日。但还是想问一下季太太，这1年的婚姻生活还满意吗？满意，虽然平凡，但是超级幸福。季先生，你对咱们俩未来的婚姻生活有什么展望吗？我当然是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像现在这样平凡，但是却
幸福。一定会的。一定会。为你将所有快乐定格，上演最美的春